大家好，我是尚清林，我是刘志明，欢迎来到上流投资术。今天我们要聊一下做账加上做梦行情的发酵，集团股哇跳跳，以及回复上一集财团们的留言。志明哥，听说最近辉达 GB200伺服器出货好像又要延后了，然后鸿海跟广达有可能淡季不淡，然后再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即将上任，好像有很多新的政策对台湾厂商可能也有一些机会。那我们赶快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哪一方面是有年底做账行情的？特别提醒大家，财讯50周年乖乖抽奖活动即将截止，为了感谢会员踊跃支持，我们特别帮会员加码，总共要送50箱，现在就要加入频道会员，并留言财讯50生日快乐，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抽奖结果就在12月25号公布，说不定幸运的得主就是你。其实你看哈，2024台股虽然年底的时候已经几乎创新高的状态下，有很多的公司的市值成长是60-70%，啊，有些公司的市值成长是衰退60-70%。所以说那个好坏差很多，是差很多。那好的当然就是跟 AI 有相关的公司，像比如说鸿海、台积电、联发科、广达、伟创等等。那不好的就像跟 AI 没关的半导体啊，像力积电啊、联电啊，甚至是原物料的这个台塑集团跟华新集团。那其实你看哈，明年2025的趋势的状态下 ，AI 的这个还是会持续，然后它会延续到明年。那简单来讲是，本来我们过去看年底的集团做行情跟电子股是比较不相关的。那原因是因为过去电子股在12月到1月偏向淡季了嘛，今年可能就不太一样，主要是 GB200 的出货大概延了1-2季，那可能是第4季的时候慢慢出，那明年第1、2季的时候才真的有大量，所以看起来我们就可以锁定相关这些受益的公司。没错，我也觉得其实挑股票要有个原则或一个理由啦。这边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投资朋友可以挑一些可以预期2024年的第4季会好，然后可以延续到2025年，然后会持续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抓一个关键，就是其实通常第4季到隔1年的第1季这边是空窗期，财报的空窗期，然后通常比较想要积极做多的公司，它可能在这边会放一些利多的消息，然后就可以带动一些股价，这就是所谓什么元月行情啊，或者是说做梦行情啊也好，所以其实这时候往往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然后志明哥，你有没有类似一些什么元月行情啊，值得投资朋友可以关注的？2025我们应该关注鸿海集团啦，因为2024它其实上半年也涨蛮多的，但是到下半年的时候有3、4季的时候也稍微休息。那我看起来2025年还是蛮有机会，原因是因为就是 GB200， 因为它本来就是 GB200 的最大代工厂嘛，哈，然后会受益是最多。那既然又有传闻，像马斯克他说他的 SAI 他要花很多钱去买那个新的 GB200， 插队买，加钱买。对。那其实未来还有说很多的像主权伺服器相关，像中东啊、东南亚啊，甚至是欧洲其他国家，这方面的伺服器的需求还是蛮大。所以说，根据辉达说法，未来1年几乎都被扫光嘛，所以说它应该是在2025年营收的成长是会还不错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苹果的手机，像 iPhone 16，虽然说有 AI 的功能，但是要到2025年的第1季才会正式上线嘛。那看起来也会促进这个苹果手机的销售。对于鸿海来讲，就是它在伺服器跟苹果手机的代工，其实都有机会往上成长。那另外一个就是鸿海集团里面子公司，比如说像鸿准啊、像以盛啊，它其实会把一些零组件订单给子公司嘛。那像以盛，它在网通伺服器跟低轨卫星的部分，其实明年的量就会变大，所以说反正对它明年营收的成长跟 EP 的成长也都是蛮看好的。对，其实我也觉得鸿海集团每年的作战行情都蛮让股东们期待的。像这次相对起来基期较低的就是鸿准，因为法说会上其实刘扬伟其实有特别强调说，GB200需要的一些艺人的散热一些技术，可能这次就是鸿准来弄嘛。然后我们也可以很明显从营收的数字状况可以发现到，鸿准其实它前10月其实也是一直在衰退，然后到第11月单月营收就超过100亿。其
其实主要就是拿下那个任天堂 Switch 2的订单，所以法人就是回头过来看，如果双红跟奇鋐就是在2024年都可以涨了这么多，几乎都已经准备要往1000元目标挑战，那以前老牌的散热股价连100都不到，那是不是相对起来其实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那如果说如同董事长刘扬伟的说法的话，接下来就是一条龙嘛，鸿海是专门拿下 GB200 的订单，那可能他一些零组件是分散给各个子公司去弄的话，那鸿准接到散热这一块的话，他是不是就可以跟双红那边做个比较？所以相对起来，对法人来讲说，那不如回头过来买这个，而且又有集团加持的鸿准。所以法人是认为，第一个有 Switch 2的订单，然后代表他2025年的业绩很好，再加上液冷散热的题材，所以在2025年第一季也的确是有一些做梦行情的想象。其实这也可以观察到，像其实鸿海集团就是本来量大我就会进来嘛，就是对。那以前可能说双红、奇鋐可以让他去研发干嘛？其实他去等在后面，只要这个量够大，他就会进来。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20年一个蛮大的趋势。然后再来就是，基本上还有一个重要代工厂广达嘛，当然他最近的股价鸿海拼得很凶，没有那么强的原因就是还是因为 GB200的那个出货延后，那看起来是2025年第一季开始量就会出来，那当然会持续一整年的好。反正对广达明年的这个营收的成长也是蛮 aggressive 的，就是他觉得可能6-7成都没有问题。所以说以这么大的公司能有这么高的成长，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那另外一个广达一家子公司叫鼎天，它过去是做那种 GPS 相关的零组件。那有一个说法是，川普上任之后会希望禁止中国的 GPS 相关零组件装到中国汽车里面去卖到美国。所以这部分你可能会影响 GPS 这个产业去中化可能会更为强烈，所以说鼎天可能会搭上这个广达，反正广达在汽车也有布局嘛，所以将来也有机会抢到这相关的订单。那志明哥，你觉得你怎么看那个？如果是做梦行情或者元月行情的话，然后像重量级的指标，比方说台积电集团，然后最近感觉 IP 股很强嘛，所以世芯创意也很强，再加上台积电本身也不弱，然后像联发科集团。是联发科，其实过去它像在手机部分，它有推出天玑9400嘛，明年开始会大量出货，所以说我觉得联发科明年的状况也应该是不错。那联发科最重要的是，它今年根据那个媒体的报道是苹果的手表的晶片转而跟联发科合作嘛。那其实联发科过去大部分是中国的手机大厂，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其实等于是正式打入苹果比较大量的这种晶片的生产的部分。以联发科的能力，将来可能有机会打入真正苹果手机的这种晶片的话，这个梦想就很大。所以看起来联发科2025年的状况也会比2024年要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联发科子公司叫达发嘛，通讯晶片啊什么相关的这种晶片都还不错，其实它业绩也是蛮好的。那它挂牌的时候股价有修正一大波，后来又大涨嘛，其实看起来联发科集团在手机晶片相关的部分，联发科自己做，那但是周边的这种晶片可能会透过达发去经营。所以这部分在联发科集团的资源的挹注下去，我觉得达发2025年其实也值得大家去注意啊。对，没错。然后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其实都是电子股。志明哥，那你觉得传产股方面，你觉得有一些令人期待的公司，然后搞不好元月行情也有一个不错的效果？其实传产股我们最关注还是在长荣集团啦，因为2024的营收成长也有6-7成哦，原因就是鸿海的相关的这种封锁，所以让航运股其实获利都还不错。那这个状态下可以延续到明年会有高配息的题材嘛，哈，所以然后另外一个是川普，大家知道他上任的时候可能都会加关税嘛，哈，那加关税当然你如果是在不利关税的地方生产，你就要想办法赶快东生产，赶快把它运出来嘛，所以说对船运啊，对航空其实都会有这个受益啦。那还有长荣集团里面的长荣航空，那当然春节本来就是旅游旺季嘛，所以说应该是在2025年第一季的话，这两家公司都值得大家去特别注意啊。对，因为刚才志明哥有讲到
川普的那个政策嘛，我也觉得好像有一个传产股，搞不好也会受惠于川普的政策，就是东元集团，因为川普不外乎第一个就是要加关税，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嘛，然后像东元集团就是很早在北美就有设厂，所以这一块的话是有机会拿到更好的订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本来就有建置那些风电嘛，感觉这个政策是要持续进行的，所以我觉得相对起来东元集团是相当有机会。如果又对比华城已经涨这么多，那东元集团是物美价廉的。其实我们知道，云端中心目前都设置在美国，其实它那个用电其实蛮大，所以它更新那些电网，其实比台湾的需求更大。对，所以说你如果能抢到美国的一杯羹的话，其实对未来的这种营收成长都是蛮值得注意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永丰余集团里面的那个电子公司，那它主要是两个嘛，一个是永道，一个是元泰。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川普要禁止非法移民嘛，这政策可能会影响什么？就是美国未来的这种基础劳工费用一定会增加。那对这些美国零售业来讲，全面换成这种电子标签的话，其实对它管理上成本的降低是蛮大的。所以说，元泰永道本来就是做电子标签相关的公司嘛，川普这样的政策要实行之下，它其实也会有不错的梦想题材跟成长的机会。没错。好的，那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做账行情加做梦行情的发酵的话，就要赶快购买我们财讯双周刊第727期。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上流投资术第110集财团们的留言。上一集我们聊的是美国大选新赢家3大关键领域抢先布局，然后我们财团好朋友财哥他说，感觉川普当选之后真的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影响，期待未来老师好好的分享。志明哥，你觉得川普的一些新政策在2025年哪些可能真的会发酵？其实现在看比特币是最明显，已经没有办法比比特币更明显的那个例子嘛。因为川普当选之后，比特币从6万多涨到就超过10万。他说他要当储备，对，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现在美中对抗其实不是在军事上对抗，它是一个电子上面的对抗。就是 AI 晶片锁住中国，中国不能用嘛，然后在军事相关的东西，然后虚拟的这种比特币，它也要赢中国。所以这样的趋势下，这里面就有很多蛮有趣的事情。相关零组件其实都是台湾经营的嘛，所以我觉得这对台湾经济未来发展其实也是蛮好。那现在唯一的诡异的气氛是，川普有邀请习近平去。那这里面就比较吊诡是，川普所任命的那几个重要的官员，其实都是对中国是强硬派，所以中美对抗的状态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所以说，看起来台湾在 AI 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供应链都很完整。2025的这个企业的发展，其实还是大家值得去往乐观方向走。对，没错。好的，如果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今天就聊到这里，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集团股哇跳跳的内容，就赶快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27期。上流投资术，我们下次见，拜拜。